大蚕、神仙、茧蛹、扑棱蛾子。估计这4样东西每个人都吃过，尤其是扑棱蛾子，老爷们儿更喜欢。但你们都了解所吃的部位吗？大蚕体内的方便面究竟是不是寄生虫？能不能吃？茧蛹的黑心儿究竟是啥？能不能吃？扑棱蛾子体内的黄汤究竟是不是蛾精？众多疑惑，我将以解剖的方式给大家揭开扑棱蛾子一生神奇的面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今天呢，咱们不讲海鲜了啊，换换口味儿，咱们拍一期大蛾子。这期视频呢，我准备了将近1个月啊，从孵化开始，记录了很多有趣的、有意思的、神奇的镜头，是大家值得观看的一期视频。在蚕界有很多的种类啊，但是对人类有意义的就2种，那就是南商北啄，北方俗称大扑棱蛾子。这个大蛾子可是个好东西，《本草纲目》啊就曾有记载：雄原蚕蛾，益精气，壮阳势，止泄精，交接不倦。这样啊，咱们先了解一下扑棱蛾子。扑棱蛾子是一个完全变态发育的生物，从卵开始孵化，长到大蚕，经过4次的蜕皮以后，开始吐丝做茧儿，在茧儿里面经过1周还会蜕1次皮。这时的大蚕就变成了嫩皮蛹，俗称神仙。然后经过发育，温度在27度左右变成黄蛹，温度在20度左右会变成黑蛹，再经过20天左右就会破茧成蛾。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洞房花烛以后，生出下一代，生产完毕，使命结束就嘎了。这就是蛾子的一生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蛾子各个时期的具体特征。先看大蚕，它的身体由13个体节组成，体节上长有毛毛，身体两侧这些圆点是它呼吸用的气门，气门上长有鳃斑，在它的胸部长有3对长角牙，腹部有4对短角牙，尾部还有1对著名的天蚕角。看一下头部，它的嘴里面长有1对有切割能力的大板牙，板牙旁边是1对触须，眼珠子就在触须的2旁。它的下巴壳有一个吐丝器，蚕丝就是从吐丝器里的吐丝口吐出来的。我们在吃大蚕的时候，经常会发现肚子里面有方便面，有些人认为是寄生虫，不是的啊，这是它的丝线，分布在肠道两侧，是制造蚕丝的器官，是可以吃的。但有一种情况大家要注意，如果发现有条状不带弯的，不是整根的，这可是寄生虫啊，叫锁线虫。但大家也不要担心，经过高温加热，吃了对人体是没有害处的。处理大蚕的时候，只要从腚钩子这里把粑粑挤出来，炸着吃，味道贼香。我们再说一下蛹，蛹刚开始形成的时候，皮很薄很脆弱，颜色还很嫩绿，北方人都称呼为神仙。随着发育，蛹皮会逐渐的变硬变深，进入到蛹期，变态发育会加速进行。变态过程是蚕的内部器官会进行组织解离，重新进行重组，形成为蛾子新发生器官的基体和养分。此时，在幼虫体内相应的器官壁上存有细胞团组成的成虫芽，也叫成虫盘，会被唤醒，迅速分裂发育成蛾子的各个器官。我们在蛹上就能清晰的看到蛾子的头部、触角、下颚、胸足、翅膀等器官。蛹也是能看出公母的，母的通常都要比公的会大很多。触角的部位，母的细，公的宽。看尾部也可以区分，在第8环节、第9环节腹面的交汇处，靠上方如果有缝的为母，靠下有点的则为公。母蛹要比公蛹要好吃一些。吃蛹的时候要注意，如果这个白点发黑的，千万不能吃，容易中毒。我们在吃蚕蛹的时候会发现，在它体内有一个黑心儿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黑心儿是啥，其实这就是蛾子未成熟的中肠。中肠由幼虫时期的长筒形逐渐变态萎缩发育成扁圆形，有分泌溶解酶的作用，也有存储营养和释放营养的功能。它的成分由一些蛋白质、脂类物质和糖组成，是可以吃的，口感根揪。蛾子破茧前会先从嘴里面吐出碱性的液体，液体中含有溶解酶的成分，会将蚕茧带把这头称之为碱蒂这部分的失焦溶解，然后便会破茧成蛾。来，让我们一起见证这奇特的时机。
羽化好的大鹅非常的漂亮，翅膀上镶嵌4颗宝石，蛾子的口气明显退化。这2个白色囊状的部位是它的下颚，具有分泌蛋白酶和溶解酶的作用。鹅的触角与蝴蝶有着明显的区别，蝴蝶呈棒状，而蛾子呈的是羽毛状。公鹅是浓眉，而母鹅是柳叶弯眉。母鹅的肚子也要比公鹅大很多，用手摸能感觉出来里面会有大米。母鹅的尾部有个凸起，这是它的生殖器，呈半球形，称之为侧唇，中间有一个纵沟。侧唇的表面长有刚毛，可以感知适合产卵的场所。一旦此地适合，它就会噗一个卵就排出来了。排卵口就在沟内的下方，上方是它的排泄口，在侧唇的下方还有一个口，这是它的交配口。这3个口是各行其道，各尽其责。我们再看一下公鹅的特征，公鹅的尾部长有4个爪，爪上都是带钩的，称之为抱握器，在与母鹅交配的过程中能够牢牢的薅住母鹅。爪的中间有个白色的小球，这是它的小屁屁。来，注意看，尾部的下方有一根针状的部位，这根针就是公鹅的加油枪。有加油枪的是公鹅，有加油口的是母鹅。蛾子孵出来以后会不吃不喝，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抓紧时间搞对象。重点来了，蛾子破茧以后会排出一些黄色的液体，很多人称之为鹅精，用它来泡酒。来，敬粉丝。喝完了这杯，还有下一杯。那么这些黄色的液体究竟是不是鹅精？解剖发现，这些液体是存储在直肠囊里面，是蛾子代谢的产物。说白了，就是一泡鹅尿，主要成分就是水、尿酸和尿酸盐。雄鹅能壮阳，但鹅尿是否有作用，只能谁喝谁知道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消化道，这个部位是中肠，就是蛹里面的黑心儿。经过发育，肠壁变得很薄很脆弱，这些细长的小管叫马氏管，是昆虫独有的排泄器官。中肠连接着一根细的后肠，后肠与直肠相连，直肠上膨大的部分称之为直肠囊，就是存尿的部位。它的心脏是长条形的，长在背部。蛾子没有鳃肺等呼吸器官，呼吸是靠分布全身细小的气管来实现的。来，注意看，真正的鹅精在这呢，这2个白色的像大腰子的部位就是它真正的精巢。精巢虽小，但母鹅的卵巢却相当的发达。这些绿色的大米就是它的卵。来，翡翠手镯送给粉丝，不够的话再加上一条翡翠项链，这值不值2个币？黑色的部位是它的粘液腺，具有胶性，排卵的时候粘液会同时排出，使卵能够粘在物体表面。蛾子除了翅膀不能吃以外，其他部位都能吃。最好吃的做法就是油炸，这几样也都炸了，看看哪个好吃。炸之前一定要焯一下水，要不然容易炸翻浆。中小火勤炸，一定要炸酥炸透，炸到这种枣红色就行了。来，开始造。虫子开会，虫子宴。我们先从这个油炸大肠开始啊。哎呀，闻起来是老香了。要不你们先来一口？还是那句话，你要想吃它的话，首先要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，内心呐一定要强大。你看看哥是怎么吃的啊？先蘸点这个烧烤料，吃，啊，去年整的啊，老香老香了。我看有方便面没？这个没发现方便面。我小时候啊，经常吃这个东西，就是越吃越上瘾。主要就是你第一次敢不敢吃啊？老香老香了。下一个油炸神仙，哎呀妈呀，吃神仙，吃，神仙的皮儿啊特别薄啊，外酥里嫩。这个口感要比这个大蚕要好多了，它就不是一个哏油的口感，能吃出来一股淡淡的奶油味儿。神仙非常好吃啊，加蛹的，这个每个人都吃过吧？这个你们是不是不害怕了？啊，也是外脆里嫩啊。但是它的口感就赶不上神仙的好，它这个皮儿啊稍微的有点硬啊，就是你不管怎么炸，你这个皮儿也不可能说有这个神仙的那种口感，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。
来，重点来了啊！大扑棱鹅子，哎，哎，我的妈嘞！看，嘎嘣嘎嘣，它这里边都是籽，你看到没？呵，哈，这个口感呢非常的奇妙，但是我感觉一般人他接受不了。而且它这个籽儿啊没有什么味儿啊，没有那种蛋白质的香味儿，就吃起来就特别好玩。看看这个脑瓜的都能吃啊，没有不能吃的地方。做个总结啊，最好吃的是神仙。完了是家蛹子、大蚕，这个鹅子说实话啊不咋地。好了，完了本期视频呢咱就到这里了啊，下期见，拜拜。